房是当代中国人最关心的问题，而世界上房屋问题最严峻，居住空间狭小，房价却是全球最高的地方，所在香港。香港是全球房价最高的城市，现今房价几乎等于居民平均收入的20倍，每平方米房价折合人民币20万。像这里已经是比较便宜的路段，像50平米大概也要个400多万港币。我从小在公共屋村长大，对狭小的居住空间一直深有体会。可是前一阵子看到摄影师 Benny Lam 的作品，看到居住在汤房、棺材屋、农屋居民的照片，我依然感到很震惊。我现在在深水埗，我要来找香港社区组织协会的负责人，他会带我在这一区走一走，介绍一下他们这边的居住一些情况。深水埗是属于香港比较老旧跟贫穷的地区，所以比较多环境恶劣的汤房都集中在这个地区。汤房只是将房间分割成更小的单位，目前香港有超过21万人住在汤房，人均面积中位数约为5.3平方米，远低于香港人均居住面积15平方米。施小姐，係你好，Hello。依家好多呢啲咁嘅舊嘅大廈咧，都係劏房，好多一係就間咗一間即係叫做有廁所嗰隻，一係就間咗板間房，或者係間咗床位都有嘅。咁一屋有幾多間嘅嗰啲劏房？各唔同㗎，有啲即係最少都5間，有啲8間，因為其實佢哋住嘅地方又零舍貴，環境又惡劣。嗱，你諗下一張床位都成1800蚊、1900蚊，甚至2000幾，咁啊得個15尺。我哋去探過其中一個街坊嗰啲8間房同劏房嗰啲啦，係啦。唔使唔睇。邊個嚟啊？係 ，Hello， 唔使唔睇。你好，大家好晒。你坐啦，坐啦。OK。我估計這裡大概6平米左右。你而家所有嘅私人物品都喺晒呢度喎。係啊，擺晒喺度㗎啦，床下底啊咁樣。我出到西環啦。同埋呢度空氣唔係好咯，因為我哋個單位冇窗啦。如果空氣要流通，就一定要開冷氣啦。你哋住咗幾耐啊？大概都有10年啦。香港唔係土地細啊，其實我哋所有嘅土地只係開發咗20幾個% 嘅咋。咁而呢20幾個% 仲要得7個% 咧，係攞嚟起屋嘅啫。咁我哋而家去睇呢個8間房嘅情況。大概咧就20幾萬人就住緊呢啲地方，即係9萬幾10萬戶係住緊呢啲咁嘅惡劣嘅環境。呢度有幾多人住啊？呢度成11伙人，都係老人家，2000蚊做呢個底，但係佢水同電咧另外俾嘅。廚房、廁所喺邊度啊？廚房啊，我呢個廚房。呢度。OK。廁所係公共，就係咁樣嘅啦。哦。廁所、廚房乜都喺呢度。呢啲居民家庭狀況都比較困難，都不足以話你去一個好啲嘅居住嘅環境咯。等咗幾多年啊？公屋？我以前都有嘅，有嗰個以前嗰老婆咧唔簽名，咁啊冇咗。仲要等幾耐啊？唔知等幾耐啊！個骨頭打鼓啦，陰公。咁你覺得而家香港嘅居住問題原因喺邊啊？香港嗰個居住問題根源咧，第一香港奉行個高地價政策啦，政府自己都要靠賣地買多啲錢嚟使收稅啦。第二其實好多時你好有錢嗰啲人先買到塊地，跟住好有錢買晒啲地嘅時候，佢就控制嗰個供應咯喎。過往多啲年代之前咧，政府係發展好多移山填海嘅項目去開發土地啊。但係過去嗰10年冇見過移山填海啊呢啲咁嘅動作做嘅。但係我哋過去嘅人口係增加緊嘅喎，包括我哋需要啲勞動力，將個經濟再發展得好啲。但係你人去增長嘅時候咧，你又冇去配套翻各樣嘅措施，就好唔夠咯。而家會係。除了不斷切分的住房，在巨大的居住需求之下，人們仍需不斷地尋找其他的生存空間。天台屋就是他們另外一個出路。在香港，天台屋屬於違法興建，但仍有大量的市民居住在上面。我哋想9樓喎。9樓已經有點，對老人家來說應該挺辛苦的，所以樓道會有一些椅子，他們爬到一半就坐着要休息一下，再爬另外一半。
呢度已經有個床位喺度。係啊，阿叔慳翻啲錢住堂梯口啊。雖然只是在露天的走道裡面，但是也看出就希望還是有個家的感覺，有一些擺設，還有一些物質啊。呢度之前都係屋嚟嘅，呢啲咧其實有幾伙，有成3、4伙拆咗啊。咁啊，依家仲有一啲仲住喺呢度咯。即係呢啲鐵皮屋仔。係啊，但係其實落雨打風好慘嘅。呢度依家大概有8伙人到，係啦。呢個就入邊其實係廚房同廁所嚟嘅，不過上面仲有2個即係角仔床位嘅，係啊。香港都有幾千人住天台嘅，咁天台屋就大部分就好過劏房，就會大少少嘅，但係就會流水啊，又會好熱啊，熱到40幾度，打風啊，好大問題啊。原本啲隔離呢個房咧係冇拆嘅，最近咧颱風冧咗成間房，咁佢就唯有要拆咗佢咯。所以都好多安全問題。係啊，係啊，係啊。差唔多個天台都會有。係啊，係啊。高昂的租金，長期不足的居住用地，香港的住房問題看似是個沒有辦法解決的難題，但仍有人嘗試在住房危機中尋找改善的方法。我現在在深水埗的另外一個區域，準備去看一下一個共享生活空間的青年公寓，去看一下到底他們生活環境是怎麼樣的。咁其實我哋 Co-living.hk 呢一個 platform 咧，就係見到香港而家越嚟越多嘅共居嘅空間出現啦。咁所以我哋就好想做一個平台咧，去介紹唔同嘅共居嘅空間。跟住呢度亦都有個牆，就係生活佢哋啲分享佢哋啲生活照咁樣咯。即係譬如相裏面係都係好認識嘅。係啊，係啊，係你見有啲就喺上面玩吉他咁樣啦。共居就有4個元素啦。咁第一就係有私人嘅空間啦，有共享嘅空間啦，同埋會有啲生活嘅服務啊，例如可能清潔啊、維修啊等等嘅服務啦。係啦，咁呢一層就係個住宿嘅空間啦。咁其實我哋就係用電影嚟做一個 theme 嘅。不如我帶你上去睇個電影室啦。好高級啊！仲有電影室。係一個俾佢哋休閒嘅一個空間嚟嘅。咁平時可能放咗工啊、放咗學之後，咁佢哋可以喺度一齊 chill 下。但係咁會唔會有一個問題係從業主利潤上嘅考量，佢哋可能會覺得我將呢啲地方變成劏房，咁仲賺得多啦咁樣。雖然佢賺得多錢，但係其實佢係算係比較無良少少啦，同埋大部分都係唔合法嘅，即係其實夾唔到咁多間房嘅，你喺一個住宅空間入邊。咁所以反而住共居嘅地方咧，間隔上都會有考慮，佢起碼有個共享嘅，即係好似廳咁樣一個空間係留翻出嚟啦。咁第二就係啲人住嘅體驗嘅程度都係好好多嘅，即係你住劏房其實你自己淨係可以用到嗰個好細百幾尺嘅空間，咁你係住共居空間嘅時候，你可以一齊 share 一啲 space， 咁用嗰個即係 share economy 嘅呢一個效應下面咧，其實你係可以享用到嘅空間係多少少。不如我哋去睇下一個朋友啊，佢都係住喺呢度嘅，咁佢咧就係一個內地嚟香港讀書嘅學生嚟嘅。Hello，Jenny。Hello，阿傑。對香港的居住環境有什麼感覺？環境真的是比大陸小，因為這邊真的是寸土寸金哦，然後很貴。我自己還好啦，但是我真的有很多朋友，他們就覺得真的太小了，就很不適應。像你住的這裡，它月租金是多少？像這間的話，好像可能要1個月13000以上，不便宜。對，很貴。共居為改善香港的住房狀況提出一個新的可能。但住宅用地嚴重不足的根本問題，卻還是很難通過改造空間來解決。較高昂的租金，一般草根階層也難以負擔。在香港，生存空間的問題尚未解決，死後安息地也是人們必須面對的難題。在土地稀缺的根本問題之下，墓地也同樣的缺乏。我拜訪了從事殯葬行業的黃先生，我想知道土地問題是如何影響港人死後的選擇呢？我之前聽聞有一啲係私人形式嘅骨灰龕或者墓地去，然後被炒到好高。之前啦，其實佢哋最平嘅龕位咧，大概10零萬，最貴可以去到180幾萬都有嘅。即係一個100萬嘅骨灰龕位，其實都係一個天價嚟。係啊，冇錯。即係可以買層樓啊。可以啊，係啊。一得嗰1尺位咁。咁點解會炒到咁貴咧？香港土地嘅問題啦。香港骨灰龕位咧，其實係嚴重不足嘅。排香港政府嘅骨灰龕咧，咁佢需要嘅時間咧，大概3到9年嘅時間，排得太耐啦。
咁佢哋寧願使一筆費用，咁啊買私人骨灰龕位咯。政府喺17年中嗰陣時啦，就全面禁止佢哋買賣啲骨灰龕位。咁呢段期間咧，咁好多家屬買唔到位啊，政府骨灰龕位啊輪候時間又太長啦。咁我哋就開始喺網上宣傳綠色殯葬啦，令到家屬更快可以完成到圓滿到佢嘅喪禮啦。同咁啊都有需求嘅佢哋。我哋跟你行攞出去撒佢先，跟住先再翻上裝。有火影嘅位置都係收埋去。追補時間上。小心啊！幾時決定係幫先人做呢個綠色安葬嘅？其實一開始當佢離世嘅時候，咁我哋就後生啲就會諗到，不如試下呢個綠色葬禮啦。但係就擔心老人家會唔會唔接受呢？因為好似話齋傳統嘅話，都希望可能係按照翻傳統嘅方法去做。咁爹哋都第一時間話咁佢接受嘅。你覺得傳統嘅安葬方式最大嘅問題其實喺邊度啊？時間啦，因為要排期好耐。第二話就係金錢啦，而家係越嚟越貴。我覺得先人過咗身之後，一切喺心中內，一個人唔需要，可能佢都唔希望話即係使咁大筆錢，其實即係有冇作用咧？可能如果你負擔唔起嘅話，仲要係真係一種負擔咧。或者我哋自己都會首先講咗，以後嘅話就要簡單綠色葬禮。即係其實如果俾着你自己，其實你都係一定係揀呢樣嘢，簡單最好啦。香港咧，而家一年就死4萬零人。香港咧就提供唔到咁多土地、咁多龕位俾佢哋。聽你咁講，喺香港等一個靈位同輪公屋好似都差唔多。係啊，生人又要排，死人又要排。Follow us on YouTube. Discover this side of China.